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会来特别关心是美军最强招数被伊朗给学走了，包括今天要来关心到美军的基地亚马逊都精准的挨炸挨到伊朗的炸。那么呢，革命卫队现在也开天眼复制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首先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前，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环球大战线的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如果呢，你想要获得最快速，甚至是最独家的第一手有关于我们的节目的国际资讯哦，赶快按下加入键，成为我们的战友。今天节目看到之前，一样帮我们按赞，并且分享，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来跟大家互动。好，今天有关于美伊战事，要赶快来看到最新进度。川普总统最新放话了，高调的宣布说，美军啊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清除所有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的水雷。他说呢，现在啊，美国等于是100%的掌控了荷姆兹海峡，就算呢他不担心现在伊朗再丢下一枚水雷，美军也有能力可以迅速发现，并且把水雷立刻清除掉。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他说的100%掌握荷姆兹海峡，但是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数字会打脸哦。8月7号当周呢，只剩下8艘的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原油的出口量现在看起来每天300万桶，比上个礼拜呢每一天大概是达到440万桶，可以看起来是大幅的下降了。那么伊朗呢再次的喊话，他说呢要求美国解除制裁，归还把他们冻结的资产，也赔偿战争的损失。结果我们来看到川普怎么对伊朗喊话，他就说呢，你要我赔钱，那么你也要赔我钱，因为过去数十年呢，不管是在各种的战争，像是中东战争啊、恐怖攻击等等，美军的伤亡我也都把它列出来了。你要我赔的话，我也要你赔这些相关的伤亡啊、支出等等，要他来做赔钱的。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呢，现在呢，伊朗也没有闲着，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说川普会讲这些话，是不是因为要把这个政治的声量喊高，要为下一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呢？于是呢，我们来看到伊朗它是立刻有了新的动作。首先，他先公布了一组有关于他们袭击美军基地的一个最新的卫星图。我们来看到这张图啊，上面呢大概就是显示出了说，伊朗先前攻击了不管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等等跟美军有关的设施，他都把它给列出来了。现在最让美军还有华府头痛的是，过去几个月哦，他们发现呢，伊朗它的攻击的精准度不断的提升，尤其是针对这种美军的固定的基地啊、情报设施、能源设施跟资料中心，发现他们的攻击精准度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难道伊朗现在学会了美国这一招，有点像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吗？美国其实过去使用的招数就是先用卫星、侦察机、无人机找到目标之后，它就可以用 GPS 精准导引飞弹或隐形战机来发动致命攻击。结果现在怎么觉得说，这一套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已经被伊朗给完全学会，甚至伊朗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发现、定位、打击到战损的评估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攻击链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有关于荷姆兹的海峡部分哦。川普说100%控制住了，但是现在看到不管是伊朗的飞弹、水雷都还是存在，真的有被美军给控制住吗？再来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伊朗公布了这一张他攻击美军基地的一个卫星照片，是否代表说，他真的有精准打击的能力，可以像美军一样做这种外科式手术的攻击能力？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哦。我说我今天控制这个水龙头的水源，它有2个条件。第一，我说开就开，我说关就关，就是开与关都在我手上，这叫做控制，没有错吧？同样的，荷姆斯海峡就是，如果今天伊朗说这里不准通行，你敢通行吗？哪个船家敢通行？通行过去就会被打。那如果说今天伊朗说我让他通行，我绝不攻击，你会不会比较安心？当然，你可能还是怀疑，你说真的假的怎么样？但是最起码他说的是比美国有效的。川普今天说，我们今天美军维持他的航行，你信吗？你走过去试试看，你看美国说通行，看谁敢过去。就
美国可以去阻止。我今天很远，你荷姆斯海峡在那里走船，我说对不起，我把它封锁。为什么？它有远程打击的能力。那你如果伊朗的船过来，我就攻击你。那美国这个能力是有的，但是美国说要把它开放，他做不到，因为开放权不在他手上，所以说美国控制那是胡说八道。那第二个，你说那美国要如何控制？他有一个方法控制，就是因为那里很窄，那都贴着地，你要把这所有地上所有的装备对这里能够威胁的全部给它剿除。那要怎么办？美军部队要推入这个伊朗到地面部队，把所有好比说他的伊朗的打击能力有200公里，就把200公里之内的所有的这个目标占住，这可不可能？对美国来讲根本不可能，他永远做不到，因为那个伤亡太大，这是第一个，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个，我始终觉得川普这个他所有的话大概分作3种：谎言、大话、这个脏话。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就像他说这个水雷这东西，我当过猎雷舰舰长，你知道这个猎雷的水雷的运用我太清楚了。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我今天不管任何国家要布雷他一定会宣布说，我这里我布下了水雷了，请你们不要过来，炸了不要怪我，这叫做嚇阻，你知道？就好像今天这个，如果伊朗说我要封锁荷姆斯海峡，不管什么手段，他一定会说，你今天经过来，如果不经过我的允许，我就攻击你，那就是一个嚇阻，他不会不讲话。你问他可不可以通行，他也不讲，然后你一个船过去，嘣，就把你炸一下。那你嚇阻什么？他没有军事所有的第一个要做的嚇阻，这是第一个。就是你有听过伊朗宣布说他宣布在那里布水雷吗？所有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因为我当过猎雷舰，因为我知道如果布下水雷，基本上这里就会被堵塞了，就完蛋了。所有的股票要赶快跑。我讲过好几次，所以我非常关心。伊朗从来没有说他布过水雷，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看到一个船被炸的那个迹象是一个水雷。然后第二个，如果真有水雷，像那个川普说的，他给他这个化解了。清除水雷的一个大前提记好因为水雷舰本身是没有防卫的，它是一个木头的、铝的，它不能装很多的重的铁的飞弹，那个磁性很多，它不要清雷，它自己就先引炸了。所以它基本上它没有防卫。所有的水雷、清雷，那个猎雷舰的清雷工作，一定是在最后和平时代，战争结束了，才会有猎雷舰过去。到目前为止，哪个国家派的猎雷舰到荷姆斯海峡、到阿拉伯湾，一个都没有。川普拿什么东西去清啊？所以你说这个人讲话，实在是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最后一个，刚刚主持人问到一个这种那个叫做斩首行动，其实斩首行动就是我们很久以前说的叫做远程精准打击。我很远很远，我就一个东西过去，我打得非常之准。现在大概先进一点的国家，科技先进一点国家几乎都可以做得到。它最难的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有说过，它有一个叫做击杀链，你要看得到，你要指挥得到，你要够得到，你要打得到。然后还有一个循环，我要知道说我打中了没有。那这一串的这个循环，目前伊朗大致上都已经做得到。特别是他那个武器，因为他的武器，他火箭技术很好他可以打到很远，打以色列绝不是问题。他打到以色列、中东这个欧洲那里很多国家，他也打得到，所以他可以打得一个蛮远的。那准不准？以目前就是美国的 GPS， 那美国一定会动手脚，在这个战场，他会想办法让你没办法进入。可是，现在北斗是比这个美国 GPS 是更准，对，更难干扰的。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他现在只要有中国帮忙，他可以做的一个打得蛮准的，就很远我就打了一个很准的一个，这就是一个叫斩首。好，所以有关于这个精准打击的部分，等一下也请介大使来帮我们再做补充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说，刚刚舰长也帮我们提到了嘛，那他这些技术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忙？现在也说呢，指向可能有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等等国家的帮忙。因为其实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3月份，美国曾经要求商业卫星公司不要再暂停了这些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即时影像。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说，那伊朗
它没有这一些服务的话，精准打击能力为什么没有消失？是不是来自于其他国家呢？所以《金融时报》就报道，伊朗可能用的是中国大陆商用卫星能力来提高对中东美军基地的锁定能力。也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于俄罗斯可能提供了卫星影像，甚至是在战场上面这次俄乌战争他们学到的技术，包括无人机的技术等等哦。再来也有一个说法是，其实呢，伊朗也不用靠这2个国家，他们也可以靠自己啊。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全球商业卫星影像就可以锁定了美军的固定目标，所以3种可能哪一个比较有可能？等一下我们也请专家帮我们做分析。先来请教大使怎么看这个伊朗用的所谓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这一次说不只是打击到美军基地，还包括了亚马逊资料中心2座都被精准的命中。大使怎么看？这个一般以这个现在伊朗的所有的这些精准打击，它最需要的是所谓的这个找目标，然后导航，然后在这个到最后再来看战损伊朗应该不具备这个能力。对，所以一定是国外一般推估都是其他外国提供的。有办法提供这种能力的大概只有2个国家了，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一个就是俄罗斯。所以一般的用逻辑推论的话，一定是使用这2个国家的协助。因为美国事实上在这个3月的时候美国就要求了很多他们这些商业卫星公司延迟并且暂停提供部分中东区域的这种冲突区域的即时影像，也就是避免这个美国的敌对势力利用商用的这些卫星图对美军发动攻击，这个是美军3月就已经防堵这个。是，那这个问题是伊朗既没有这些，应该是没有这种卫星的设备。第二个，它也没有导航的设备你那个北斗卫星能够那么均准，它有45颗卫星在全球布局那这个部分伊朗是没有的。那伊朗有的是什么？伊朗有的是无人机，伊朗有什么？有的是什么？这些中程的所谓超高音速导弹。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眼睛跟这些情报指示的话，定位跟它的导航的话也不会那么准。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我看了很多这个媒体就直接推测，事实上就是说中国的商业或其他卫星影像，事实上这个伊朗有办法可以利用，有办法可以利用。那么它甚至可以运用北岛卫星的加密的军事讯号，那么对于获得这个目标有一个很稳定而且精准的定位。你如果不能够定位，你的飞弹不会打那么准的，所以这个一般推测是这个北斗卫星。第二个中国大陆还有这个间谍卫星，在这个区域上面有一颗间谍卫星叫 TE-101B，这个是中国大陆的高解析度的间谍卫星，那这个部分有人说伊朗已经秘密取得这一类的卫星，或者说拥有这一类的卫星，这是推测当然伊朗也不会公布，中国大陆更不会承认，所以就变成你在寻找目标，然后你在定位的时候，这些中国大陆这些北斗卫星系统、军用器的，还有卫星这个间谍卫星，事实上一定扮演了一个角色。另外还有俄罗斯的，因为你这些现在不管你是导弹还是无人机，你要有抗干扰设施。那通常认为就是说，抗干扰的技术是俄罗斯有就叫 Kometa M 这样子的这种设施，那伊朗是获得的，所以它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无人机见证者无人机可以很不受干扰的飞到目标去那是俄罗斯的。所以整个说起来就变成就是说，一般讲就伊朗这次是获得了中国大陆加上俄罗斯的这一次的这个在这些定位，在这些导航，到最后的什么打击，然后还有战果评估上获得了这个最先进的力量，所以美国不撤军也不行了。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接下来不敢升级扩大这场战事嘛。一方面有中国大陆的北斗，还有俄罗斯的技术，不管是抗干扰的技术等等那上次哥又怎么看呢？好，我想其实中国大陆那边也有提到，就所谓他们的民间卫星的清晰度是难以想象的。但美国找不到证据具体提供
但是大陆那边有提到说，现在最厉害的中国民间卫星是这样子，它有6个俄罗斯客户，所以伊朗是不是透过俄罗斯客户直接用？那你当然无话可说嘛。所以这个东西，美国虽然认为一定是还是有报北斗卫星，但你拿它没辙。然而，像我们确实比较说，在2月底开始，那么当时伊朗的这个包括导弹的精准度，跟后来我们想，特别是7月这第3波，真的不可同日而语的比较哦。但整理起来，其实还是我们不能只说只有卫星啦。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还是不得不说，伊朗的部分的它这个40年当中，飞弹的系统是不断的精进的。我们知道，在第3波当中，它开始因为前面打库存弹嘛，第3波我们看到伊朗的很多新的这个导弹的武器，包括这个超高音速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头，伊朗其实不只是他们研究的这些飞弹当中，比如说他们在末端也会改变轨道，就是说飞弹真的越来越好。除此之外，他们在用一些民间的这些商业的晶片，不再是采用军用晶片。我们知道军用晶片虽然比较稳固，有时候它比较落后，民间是很灵活的，特别它的精准度高。这都是伊朗自己本人在武器上当中，这些导弹本来就变得比较厉害。第二个，我们就刚刚提到卫星这件事情哈，那除了卫星，刚刚包括大使提到，包括北斗以及俄罗斯的这个格洛纳斯系统，它是一个多卫星系统的啦。所以它这个多卫星都可以接收有更多的校正，不仰赖 GPS。除了之外，它的抗干扰能力已经变得很好了。因为你还记不记得美军先前有大家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碎片里头，他们找到这当中有俄罗斯的这个 Kometa 的这个防干扰的模组，那就表示说他们抗干扰好了，更精准了。第三个，还记不记得前阵新闻有提到，他不是要打这个美军基地吗？结果他就说啊，感谢地方上的你们这些居民，你们提供给我美军基地。所以第三个就是他们在整个情报事实上就直接掌握。我们都是伊朗现在在打一个空军基地之前，他们有派出侦察无人机先去洞悉这些地形。除此之外，刚刚讲这些地方人力给予的信息，伊朗是掌握更多这些情报，所以可以瞄得更准的哦。所以我觉得第四个，最后我们要看部分，你可以了解伊朗现在是体系化作战。以他现在攻击美军基地，他不是乱打一通，他先用无人机先把你的爱国者飞弹跟智雷斯萨德飞弹把你清空了诱敌，然后呢之后他再导弹的再打下来。所以这个精准度往往是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导弹，也就是说伊朗在动用体系化作战，他不是笨蛋。所以这个当中几波段哦，再加上它很多是地下掩体，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看到美国方面掌握了多少。后来第三波这一次伊朗当中，它飞弹的这些来路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攻击到它的飞弹的地下的这个洞窟的状况。我这些全部加起来就可以理解到，伊朗之所以能够更精准的打飞弹，其实是包括这些原因的。好，谢谢上次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